分脱钩实际上已经发生了，所以就是我们肯定，就是这个已经不是预言了，这实际上在描述现实哈。就是有些人会给出一些数据，比如说你要看这个中美什么投资啊什么等等这些，好像影响不像人想象的那么大，但是我觉得这都是错误的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要看的数据所比较的不是今天跟过去去比，而是今天的实际跟可能今天发生的情况去比，是吧？所以我就觉得，就是部分脱钩对美国和中国都已经产生了经济的影响。这个不光是这个 GDP 的增长啊什么的，对就业啊等等这些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。如果全部脱钩的话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线性的这么一个关系，就是越脱钩对两国的影响就越大，是吧？这个，而且甚至是更大，那可能不是一个线性的，是一个这指数的关系了。我就先讲美国吧，就是很多对中国的看法是认为中国抢走了美国人的饭碗。这种说法在一个很简单的这个视角上来看是一种错误的看法。如果你要是做的稍微复杂的研究，有它一定的道理，但是从大的层面上来讲，这种看法是不对的。美国的失业率是在跟中国的贸易逆差增加最快的时候，它反而是最低的。但是即使这种看法对的话，这种看法也忽视了中国给美国带来的一个非常重大的福利。我刚来美国的时候，你买一个这个13寸的这个电视机是吧？彩色电视机都贵得不得了，是吧？你现在到这个什么 Walmart 啊，什么这些 Best Buy 去买是吧？那个平板的电视价格非常非常的便宜，是吧？也就是说，中国的崛起，中国的开放，对美国的消费者来讲，是带来一个极大的福利的提升，啊，他还是可以挣他现在跟他以前差不多的工资，但他的购买力增加了。另外就是说，中国的这个因为有这个贸易的这个顺差，贸易的顺差的话呢，必然要表示出它的这个资本项目的逆差，是吧？因为它这个钱的话，它美元的话，它总要去什么地方。那么中国对美国的这种投资和购买这个债券，降低了美国的这融资的成本，是吧？任何一个美国人，是吧？在你马里兰州也好，在我们麻省也好，他去买个房子，拿一个30年的贷款，如果他拿的这贷款的这个利率每年是3%，而不是4%、5%的话，有一部分功劳是因为中国经济的功劳，是吧？但是这个问题就是说，你要讲这些事情，像我们学术界经常讲这事，你跟老百姓讲的话，这是很难讲得通的，是吧？因为他拿的这个买房子这贷款里头没有说啊，这3%本来应该是4%，现在3%，那省了1%是因为中国，没有人去跟你讲这些事情，是吧？所以从政治上来讲的话，中国拿走的工作是非常非常可见的。中国给美国提供的好处是没法表现出来的，是吧？你必须得很复杂的这种模式才能说明出来。这就在政治上，在美国维护中美关系碰到的一个非常大的问题，是吧？完全是这种可见性和不可见性造成的，而不是真正的经济上的这个区别。所以你像特朗普，他说啊，他在2016年的时候说中国抢走了我们工作呀，甚至他用这个中国强奸美国，是吧？那就唤起了很多美国人的这个共鸣，是吧？但他们这些美国人没有想到，他们天天去买的东西里头就包含了中国崛起给你带来的好处，是吧？这个他们是想不到的。所以就说，如果全部脱钩的话，这个脱钩有2个方式哈，就是我们现在把2个方式给说得清楚一点。一个方式就所谓叫去全球化，那去全球化就是说什么呢？就是说本来你这美国企业在中国进行的生产，你现在拿到美国来生产了，这叫去全球化。还一个是去中国化，也就是说本来在中国生产的，它不在中国生产，但不在中国生产，它
也不会在美国生产，它可能在越南啊，可能在印度啊，可能在这个东南亚。我自己的这个预见哈，我自己的这个预测是，更可能发生的是去中国化，而不是去全球化，因为去全球化太难了。美国的这个要恢复它这个制造业的话，如果是这种人工成本很高的制造业，几乎是不可能的，根本是不可能的。如果机器人是吧？可能在座的这个听众里头有研究机器人的，是吧？如果机器人的话，可能会恢复一部分的这个美国制造业，但是制造业这个中国的制造业，你要看它这个制造业就像一个埃及的金字塔一样，是吧？它是这样子的，上面这个比如说是我们现在买的这手机啊，这苹果手机啊，那底下一大堆的这个供应商，你越往下走，越是劳力密集的这些产业，是吧？那中国有一个非常强大的这种供应链的这个基地，这个基地要搬回到美国几乎是不可能的。你可能把最上层那个搬回到美国，是吧？你这个最后组装什么等等的，就是说它可能不需要那么多机械化，可能搬回到美国。但你下层的话还是在别的国家。但有没有可能这个金字塔的这个下一部分下面的这个就是3级供应商、4级供应商、5级供应商，有一部分挪到东南亚，有一部分挪到这个印度，这倒是有可能的。而现在正在发生，此时此刻，在我们今天做这个讲座的时候正在发生，是吧？到越南去的，现在这个越南的这个投资，包括中国自己的厂家也在转移到越南，是吧？是不是全部取代中国？我觉得还是不会的。但是，我觉得中国的这个劳力密集的供应链的这个增加，这个可能性几乎是0的。如果增加的那部分是亚洲增加那部分，那会是在亚洲其他的这些国家啊。所以对美国来讲，如果你要是按这种思路去想的话，对美国会有一定的影响。它这过渡期间，因为你这个供应链的这种全球重新安排的话，过渡期间肯定有一个过渡的成本。但是我们就很多人讲啊，印度没有这种产业，越南没有这种产业，这是对的。但中国80年代也没有啊，中国90年代也没有啊，是吧？这是一个逐渐形成的过程。而且你要看中国的这种产业的这种发展非常有意思，中国的这个供应商的这个培养，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台湾的企业，那么越南的供应商的培养，以后很大程度上会依赖于中国的企业，而中国的企业呢，就比这个台湾的企业规模要大的不知道多少倍，是吧？所以我觉得越南会用中国1半的时间，甚至1/3的时间，达到相当于这个中国的这个供应商的这种供应的这种水平，但不是规模了，因为越南比较小嘛，就是这个水平。印度可能稍微困难一点，但是我觉得这也不是一个不可克服的一个难题。那么这么讲的话，对中国的影响要比对美国的影响大，因为对美国的影响的话，可能一个过渡的成本，等这过渡成本降低了以后，那可能又恢复现在这种状况。但是对中国来讲，是吧？这个失业的问题啊，等等的这些问题，可能就会显得非常非常的突出了。为什么李克强他现在要讲这地摊经济啊什么的？那就是一个失业嘛，是吧？这明显的一个问题，是吧？你又不发展这种地摊经济，又不发展这种劳力密集的这种服务业，而你劳力密集的供应链已经开始外移，是吧？那中国这个将来面临的问题是非常非常严重的。